僵尸便利店6午夜耸铃。2周后，阿跳站在便利店里，紧张地搓着手。今天是他要去取 iPhone 88冥府版的日子，他已经等了很久很久，从卖掉那台1987年的收音机开始，就一直在等。九叔看住他，你紧张什么？阿跳，我第一次用智能电话啊，九叔。九叔，你生前不是做过账房先生吗？阿跳，那是算盘啊，九叔。阿跳出发了。他今天穿的特别隆重，清朝官服运的笔直，额头贴着新的黄符，是九叔的那米防潮服，还有一点闪粉效果。官帽用绳子绑好，防止再被风吹走。他一蹦一跳的离开便利店，表情充满期待。路过的途人看住他，有人拍照。花，那个僵尸又来了。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，可能赶得及咬人吧。阿跳来到先达广场地库阴间数码店，店员阴仔穿着爱冥府黑色 T 恤，戴着圆形黑超，懒洋洋地坐在收银台后面。看到阿跳进来，他抬起头。哦，是你啊，收音机的钱已经到了。阿跳双眼发光。真的吗？阴仔，扣掉20%佣金，你实收4万，加上你自己的4000块，购买 iPhone 88了。阴仔从橱窗拿出 iPhone 88冥府版，黑色纸扎机身，暗花纹是18层地狱示意图，3个镜头闪闪发光。阿跳用伸直的手小心翼翼地接过，表情像拿到圣物一样庄严。阴仔，小心点，这是纸扎的，但很耐用，烧一次元宝可以用49天。阿跳，烧元宝充电。阴仔，是啊，阴间科技嘛，你不会以为要插电吗？阿跳想开机，但他的手太直，无法按按钮。阴仔无奈地帮他按，手机荧幕亮起，欢迎使用 iPhone 88冥府版，然后开始设定。阿跳紧张地看住每一个步骤。阴仔，首先输入你的姓名。阿跳，阴仔，全名。阿跳，我不知道我的全名，我死得太早了。阴仔，算了，跳过。设定完成，手机显示语音同步功能已开启。阴仔解释，这个功能可以跟阴间的灵魂沟通，只要是使用 iPhone 88冥府版的都可以连线，有点像 WhatsApp， 但是是阴间版。阿跳似懂非懂地点头。那我可以打给我妈妈？阴仔，可以啊，只要你妈也有 iPhone 88冥府版。阿跳双眼发光。我现在就试试。但阿跳没有立刻打给妈妈，他决定先去后巷探望阿肥。他一蹦一跳的来到便利店后巷，看到那盆栽，阿跳开心的蹲下来，其实是趴下来，因为他的腰不能弯。阿肥，我来看你了。盆栽里，一条胖乎乎的虫子探出头来，对住阿跳摇了摇头，好像在说：嗨，阿跳。突然，阿跳听到盆栽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哭，又像是井水的声音。下水道的盖子被打开了，里面传来呜呜的哭声。有人吗？从下水道里慢慢爬出来一位美丽的女子，长长的黑发，白色连衣裙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像日本女明星。她怯生生地看住阿跳，脸红红的，不敢直视。阿跳呆了。你是谁？女子小声说。我是贞子。阿跳，贞子，那个午夜凶铃的贞子。贞子点头，脸更红了。你看过我的电影？阿跳拿出手机，突然手机震动了，荧幕显示检测到附近有其他 iPhone 88冥府版用户。阿跳惊讶地看向贞子，他手里也拿着一部手机，也是 iPhone 88冥府版。2个手机自动连线，显示语音同步已连接。阿跳，你也有这个电话？贞子小声说。我在阴间买的，因为我想跟阳间的人沟通，但又不敢面对面。贞子坐在地上，抱着膝盖，小声跟阿跳诉苦。
我其实很害羞的，我不喜欢面对镜头，但因为拍了午夜凶铃，我就红了。现在每天都要拍照、访问、上节目，我好害怕。阿跳听着，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同情。贞子继续说，我每次看到镜头，就会紧张到想爬回电视里，但他们不让我回去。贞子解释她为什么总是爬行，因为我怕跟人对视，爬行可以低着头，不用看别人的眼睛。她示范了一下爬行的姿势，长发披散，双手撑地，慢慢往前爬。这样的她一点都不恐怖，反而很可爱，像一只害羞的小猫。阿跳，但你爬行的样子在电影里很恐怖啊。贞子脸红，那是因为导演要我那样演的，其实我只是不想看镜头。阿跳听完点点头，我懂你的感觉，我也是格格不入的人。我是僵尸，却在做便利店店员。我每天都撞门框、撞货架、开箱用头撞，但我学会了接受自己。贞子抬头看住他，眼神里有羡慕。你真的接受了自己是僵尸吗？阿跳点头。是啊，九叔跟我说，就算我不是人，也要有希望，所以我就努力做一只好僵尸。贞子小声说，其实我不想当明星，我想当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孩，织毛衣、做料理、养小猫，但因为太红了，我回不去普通生活了。说着说着，他的眼泪掉下来，一滴、2滴、3滴，滴在下水道的盖子上。阿跳看住他，心里很难受。他想起自己，他也曾经想过，如果没有变成僵尸，会过什么样的生活。阿跳用伸直的手拍拍贞子的肩膀，姿势很别扭，但很真诚。贞子，你可以做回自己的，你不一定要当明星，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贞子抬头，但大家会失望的。阿跳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你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决定，不是由导演，不是由观众，不是由票房决定。阿跳继续说，你看九叔，他是道士，却开便利店，他没有被传统束缚，他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我也一样，我是僵尸，但我可以做收银员。你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孩呢？贞子听着，眼神慢慢亮起来。我真的可以吗？阿跳点头。当然可以，你有 iPhone 88冥府版，你可以用语音同步功能跟朋友联络，不用面对面也可以沟通啊。贞子想了想，然后坚定的点点头。我决定不做明星了，我要回日本乡下过普通的生活，织毛衣、做料理、养小猫。阿跳开心的跳起来，但撞到头，砰！阿跳，哎呀，但这是好事，贞子，我支持你。贞子笑了，这是她第一次真心的笑，不是演给镜头看的。贞子拿出手机，发了一条讯息给她的经纪公司。我要退出演艺圈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，但我想要过普通的生活。然后她把手机关机，表情轻松了很多，她的长发也不再遮住脸，露出美丽的笑容。贞子，阿跳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都不敢做这个决定。阿跳，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自己，因为你有勇气做回自己。阿跳和贞子用 iPhone 88的语音同步功能交换联络方式，两个手机显示好友已添加。贞子，我回日本后也会继续用这个功能跟你聊天。虽然我们一个在香港，一个在日本，但我们可以透过阴间网络联络。阿跳开心的点头。好啊，我可以介绍阿肥给你认识。贞子看向那盆栽，看到一条胖乎乎的虫子探出头，她笑了。好可爱。贞子跟阿跳挥手告别。再见，阿跳，谢谢你。然后她爬回下水道，
因为他习惯爬行，但这次他的表情不再害怕，而是充满希望。阿跳在后巷目送他离开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。他帮助了一个人，不，一个灵魂，找到了自己。阿跳一蹦一跳地回到便利店，九叔在收银台后面喝鸳鸯，今天是他的第12杯。看到阿跳开心的样子，九叔问：你怎么了？买到电话就这么开心？阿跳：不只是因为电话，九叔，我遇到贞子了。九叔差点把鸳鸯喷出来。贞子？阿跳点头，兴奋地跟九叔讲贞子的故事。九叔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点点头。你说的对，阿跳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。贞子不想当明星，那就不当。就像我不想只做道士，所以我开便利店。阿跳开心的笑，脸红补补更红了。九叔，你说的对。九叔：不过你刚才说贞子爬回下水道。阿跳点头。九叔：香港的下水道很脏的，你应该叫他走楼梯的。几天后的晚上，阿跳在便利店补货，用他的头顶法。突然手机响了，是语音同步的讯息。阿跳用伸直的手夹着手机查看，荧幕显示贞子发来的照片，照片里是一个日本乡下的小房子，门口有一个小花园，花园里有几只小猫在玩耍，讯息写着：阿跳，我到家了，这是我的新家，我养了3只小猫，谢谢你的鼓励。阿跳开心的想回复，但他的手太直，无法打字。最后他用语音输入，但因为太兴奋，说话太大声，手机识别错误，发出了一堆乱码。贞子收到的讯息是阿跳无奈的看住手机。算了，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。贞子又发来一条讯息：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阿跳，我现在每天织毛衣，做料理，很开心。对了，我织了一件清朝官服样式的毛衣，要寄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阿跳看完，开心到原地跳了3下，然后撞到天花板，砰！便利店的灯又闪了一闪。九叔在收银台后面摇头。那个僵尸。又过了一天，傍晚时分，阿跳在后巷探望阿肥，突然他听到熟悉的爬行声。阿跳回头一看，贞子。这次他还是从下水道爬出来，但这样的他一点都不恐怖，反而很可爱，像一个 cosplay 的小女孩。贞子小声说：阿跳，我来看你了。贞子从怀里拿出一个包裹，这是织好的清朝官服毛衣，还有日本料理和小猫的照片。阿跳开心的想接过，但他的手太直，无法抱，包裹掉在地上，砰！贞子吓了一跳，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怯生生地看住阿跳。阿跳：对不起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手太直了。阿跳尝试穿上清朝官服毛衣，但手伸直，穿不进去。贞子害羞地走过来，帮他穿。2个人的互动既别扭又温馨。阿跳的脸红补补，更红了。这次是因为害羞。贞子小声说：你喜欢吗？阿跳点头：喜欢，很喜欢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阿跳和贞子坐在后巷，分享日本料理。阿跳闻食物的香味，他不吃，但可以闻。贞子吃着料理，表情幸福。2只小猫，贞子带来的，在旁边玩耍。阿肥从盆栽探头出来看热闹，对住贞子摇了摇头，好像在说：嗨，新朋友。贞子看到阿肥，笑了。好可爱的虫子。贞子真诚地说：阿跳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鼓励，我可能还在当我不喜欢的明星，我可能永远都不敢做回自己。阿跳摇头：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自己，因为你有勇气改变，我只是说了一些九叔跟我说过的话。贞子：九叔真是个好人。阿跳点头：
是啊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也是我的朋友。阿跳和贞子坐在后巷，看住旺角的夜空，两只小猫在他们脚边玩耍，阿肥在盆栽里探头。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，一个是清朝僵尸，一个是日本怨灵，成为了朋友。他们都不属于这个时代，但他们找到了彼此。贞子小声说：阿跳，我们会一直是朋友吗？阿跳点头。当然会，永远都是。有时候，最不可能的相遇，会带来最真挚的友谊。一只清朝僵尸，一个日本怨灵，在香港旺角的后巷，找到了彼此。他们都曾经害怕做回自己，但他们学会了勇敢，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快乐的事。第6回完。